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5月6号，星期四。今天咱们要来讲的事情可重要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观众朋友们，面具人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有多少是农村出身的啊？农村朋友们，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了。哎，想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面具人我就伤感呀。哎，来看今天的标题：农村实行六拆行动。农民朋友们，请了解一下有关你们的生死存亡呀！狗狗币再次突破新高，0.6美元。马斯克被冒充了，狗狗币不能再涨了吗？为什么你会没钱？为什么你赚不到钱？咱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来说啊，别急。在节目的最后呢，面具人会从心理专业以及市场专业来给大家仔细的剖析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赚不到钱呢？好，咱们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啊，这个六拆二通呀，可怕得很呢。这个六拆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来，面具人这里有个视频，大家请看一下。2021年农村的六拆正在实行。您呀，赶紧告诉您的农村朋友：一呢，拆除危房；二呢，拆除果园和林地中的搭房；第三个呢，移除烧柴火的加热炉；第四个呢，拆除露天厕所；第五个呢，拆除以租代征的房屋；第六个呢，清除牲畜的圈养。看完了吧？好，面具人就给大家一个一个的来仔细的讲讲这六拆。讲完了这个六拆以后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拆，撤除危房。在以前，很多农民还是单靠农作品来获取收入，所以呢，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的普通，以至于多数的农民的生活还处于平均水平之下。由于经济的压力，很多农民依然住在危房里，但是危房是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的。2021年，为了让农民能够住上安全系数高的房子，将对乡村的危房统一拆除后重建或安顿到特定区域。这些危房的拆除还会给予相应的补贴，正常的危房补贴在1万到3万元之间，要根据所处区域和当地经济程度来决议。那最后这句话是重点啊，共产党说的是危房。然后呢，一套危房的补贴是1万到3万元之间。那面具人就想请问一下大家啊，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什么是危房？大家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看到了吧？面具人想说，这种房子在农村是非常普遍的吧？好，我们把图片再缩小一下看看啊。这张图是百度百科针对危房的示例图片。那怎么样才能算危房呢？嘿嘿嘿，这完全就是党说的算嘛，对不对？共产党掌握立法、审判和执行，什么检测鉴定都是党管一切呀，对不对？所以说什么房子违法，什么房子不违法，都是党说的算。农村朋友们几乎都是逃不掉的，为啥？因为农村的房子基本都是自建房、土房、木屋，那这些房子也没什么工程验收合格证，这个证那个证之类的。再说了，就算有也没啥屁用，党只要一句话，这些协议、这些证书都是历史性协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朝令夕改，对不对？而且他这个文中说到了，拆了你的房子以后，要把你们统一的安排到新的小区里。那这个新的小区，要么你掏钱买，要么呢就是公租房，你每个月都要掏租金。他赔你1万块钱有啥用嘛？对不对？一个月租金1、2千块钱，你赔的这1、2万块钱能够顶几个月的租金呢？按理来说，你农村的房子你可以一辈子的免费住下去，可是呢，你的农村房子被拆了以后，把你安排到新的社区、新的公租房里面了以后，你就要每个月掏租金了，是不是？好，来听第2条啊，拆除果园或者林地的搭建房。在乡村，有些人在使用本人的耕地或者租用来的土地种植果树或者林木，而这些果树或者林木的生长需要时刻不停的照料。
于是呢，他们就在属于耕地性质的土地上搭建了简易房。殊不知，这种简易房毁坏了土地的性质，这是不允许的。2021年将重点查处这些简易房，如有发现这类行为，将勒令予以拆除。那党这么做的目的就很简单了呀，很好理解，那就是拆这些简易房的时候，顺便也把这个果园呀、林地呀也都给征收了，或者是管制上。来，咱们听第3条啊，那就是拆除烧柴取暖的灶台。在以前呀，农民们煮饭、炒菜、烧水、取暖都是运用原始的灶台，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但是这类做法其实并不安全，由于农民运用灶台一定要上山砍柴，这会毁坏林木绿化。另外呢，在烧柴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严重的污染，还会呈现安全隐患。2021年将对乡村居家的灶台进行排查，逐渐的拆除灶台，让乡村变得更加安全环保。那针对这个问题啊，面具人我就想说呀，这农村有供暖吗？这农村有天然气吗？任何一方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工具都是被自然环境逼出来的，对不对？他要适应环境呀，他要生存呀，对不对？你把人家的灶台拆了，你把人家的炕拆了，那人家还咋做饭吗？到了冬天冷死了咋办？不能取暖了咋办？共产党他为啥要这样做？你们想过没？面具人，我已经摸到了共产党这么做的伏笔了。等一下啊，咱们讲完这6点啊，面具人再继续给你们揭秘。好，来听第4拆啊。4，拆除露天厕所，就是所谓的旱厕嘛。哎呀，面具人，我也去过农村，那个旱厕呀，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那个旱厕的味道确实太刚了，令人受不了，辣眼睛呢。哎呀，面具人，我一进这个旱厕呀，就跟抹了2勺芥末到眼睛上是一样的辣眼睛。以前呀，在乡村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旱厕、露天厕所，这既对乡村的环境产生了污染，又会呈现不雅的现象。但由于农民的认知比较单薄，也就没有在意这些。随着厕所运动的逐渐推进，乡村也越来越走向环保之路，那些露天厕所也逐渐的在被拆除之中。同时呢，关于居家的厕所改造，这是有补贴的，补贴金额大约为800元到1500元左右。那这个问题呀，面具人我就想说，你拆旱厕可以，关键是很多农村它是没下水的，你把这个旱厕拆了，那这些人到哪儿拉屎尿尿去？难道说每家准备个木桶吗？来听第5条，拆除以租代征的建筑物。由于如今很多的农民都外出打工，家里的土地都处于闲置阶段，为了能够获取点收入，很多农民将土地出租给其他第三方，让他们来租用，而不管他们租用的目的。有些第三方人员随意毁坏土地性质，在租来的土地建立厂房或者大棚，这种行为毁坏了耕地的目的，毁坏了土地的性质，这些违法的建筑物是要被拆除的。2021年严禁以租代征的现象，严禁租来的土地被破坏。确实有很多厂房呀、小作坊是租农村的便宜地方，那这些租金是由农民收。可是呢，盖个大棚怎么就毁坏土地了呢？显然不是的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租金是被农民收的，听懂了没？把这些棚棚拆掉，农民就不能收租金了。把这些棚棚不让租了，农民就不能收租金了，听懂了没？这些土地是国家的财产，听懂了吧？反正中国人生来就觉得财产是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神圣的第一位，中国人是没有私人财产这个概念的，对吧？尤其是以后的什么00后、10后，他们从小就不会懂什么是私人财产。好，
来听最后一条啊。6、拆除牲口续圈。如今都不倡导小范围的养殖牲口或者是畜禽业，而在以前啊，乡村每家每户都会养殖鸡、鸭、鹅、猪、牛等牲畜，而养殖这些禽畜都是需要搭建圈子供它们生活的。而如今限制散养了，但农民们仍未拆除这些圈子，还在偷偷的养。2021年将对乡村进行排查，有这类家禽圈子的都要拆除，防止他们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哎呀，这一条是很要命的。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农民是靠这个养个鸡、养个鸭、养个猪牛呀什么的赚点零花钱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政策一出来，就相当于禁止农民搞养殖业了，听懂了没？那话又说回来了，党为啥要禁止农民搞养殖业呢？原因很简单呀，因为党要搞呀，党管一切，服不服？来，这6点已经讲完了，咱们来总结一下啊。这6点其实讲的就是现有农村住房全部要拆，不让农村搞大棚、搞作坊，也不能出租，也不能搞养殖。坑呀，这个茅厕呀，拆呀，什么都是捎带的。你想嘛，房子都给你拆了，这坑呀、灶台呀、厕所呀，自然就没了嘛。反正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缩窄农民朋友的生存圈子。那么话又得说回来了，你把这些农民的生存圈子给缩窄了，你总不能把他们都逼死了吧？嘿嘿嘿嘿。那这就要牵扯到了6拆2通当中的2通了。第一通，水利工程村村通。在乡村，农民的根本是以农业种植为生，他们依托农业获取收成，进而得到收入，这样才能维持生活。而如今，由于自然灾祸的频发，一向靠天吃饭的农民，假如碰到了自然灾祸，比如干旱，则会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特别是大旱大涝天气，更会让农民们苦不堪言。2021年将在乡村逐渐完成水利工程村村通，在乡村建立水利工程，有效蓄水，在雨水充分的状态下蓄水，在干旱的阶段给农田补水，这样能够保证农作物的生长与收成。那这个话咱们又说回来了啊，刚才这个6拆当中都已经说了，不准农民盖果园，不准农民盖大棚了，可为何现在又要通水利了呢？别急，容我三思。哦，原来如此。这党天天说给农民谋福利，改造农村喊了几十年了啊，几十年了以后，这水利的问题都没解决。可是呢，党现在呢，他不让农民自己搞果园菜棚了，他不让农民自己搞养殖业了。等到了党自己想要搞这个生意的时候，哎呀，什么通水利呀啥的都不是问题。这水利对种地来说确实很重要，而且呢，水利对养殖业，尤其是河呀、鱼呀这些的养殖业啊，也很重要。哎，好解决，好解决。共产党的办事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嘛。只要共产党想给自己办事，那绝对是宇宙中最快的。农民们都没生意做了啊，党要做养殖业，党要做种植业，农民们的生存饭碗都被党给抢去了，那这农民们可咋生存呀？哎，咱们来听第2通，电商村村通。自从乡村完成了5通之后，乡村都通了网络，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呢寄快递过来。但是在以前，快递没有实行村村通，所以呢寄来的快递都是集中于镇上的某个固定收发点，农民们还要出门坐车去取快递。而如今好音讯降临了，2021年将村村通快递，为村村通电商效劳。而且呢，存放快递是免费的，不能加收费。电商村村通快递送到家，
大家都能听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不？首先呢，你要在一个地方设立快递站或者是电商供销社，它必须要满足有大量的居住人群才是可行的，对不对？否则呢，没有密集的人群，你运作快递站供销社肯定是亏本的。那咱们来整理一下，说了这么多啊，咱们把这些线索拼接起来，聪明的人应该就能想明白了吧？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了吧？看，拆除露天建筑，拆除违法棚户，拆果园，拆养殖场，拆土房，拆木房，拆砖房啊，把所有的东西都拆完了，所有的能干的不能干的都不能干了。以后呢，只有共产党可以养殖，可以搞菜棚，可以搞这个房子啊。以后呢，只有共产党可以种地，搞什么社区电商，对吧？然后呢，有开发价值的农村就搞成那种类似于小城区的样子，把现在农民住的土房全部给拆了，搞成社区公租房之类的、廉租房之类的统一管理、网格化管理。衣食住行社区化、网格化啊，1公里商圈之类的玩意儿，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去党开办的养殖场上班，党开办的农地上班。那至于没有开发价值的农村，那就直接彻底废掉，或者是弄成工业区，把人口赶到需要人的城市或者农村，以此来弥补那里人力不足的情况。那说到这儿了，有老观众可能就会想了，你面具人之前不是说过有录引制吗？不让人口流动吗？可是为何共产党现在又拆农村逼这些人走呢？其实呀，这个拆农村和我之前说的录引制度并不冲突。录引制度的本质就是调节人口，共产党它六拆农村也是为了调节人口。而且呀，你们仔细观察，现在人口老龄化，新生儿减少，人口萎缩，也导致了农村除了种地需要一部分人，其他的人在农村不如进工厂。为了维持商圈的生命力，就必须要浓缩人口，因为没人，你哪来的商圈嘛，对不对？而且呀，这个人口啊，一旦划分了以后，它还是有录引制的呀，对不对？这个录引制是为了保持你不浪费你的时间，不能随意流动。但是呢，党需要你流动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流动的。但是你自己不能随意流动。给大家听一组政策性的数据啊，4月21日，国新办就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负责人潘伟对保障人民群众基本住房需求等方面相关问题作出了介绍。潘伟指出，“13五”期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超过2300万套，帮助了5000多万居民出棚进楼。截止2020年底，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了公租房。累计有2200万困难群众领取了租赁补贴，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了因保尽保。同时呢，我国从2008年开始启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并且呢，逐步建立起了公共财政补助支持的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保障制度。脱贫攻坚以来，共有790万户、2568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了改造。就是说，这个农村的土房、木房都被拆了啊，然后呢，改建成公租房，并且呀，同步支持了1075万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边缘贫困群体改造危房，有效缓解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为我国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听到这些数据了没有啊？至于什么扶贫呀、减贫呀，那些话都是逗你玩的。穷咋了嘛？穷人并不是威胁，共产党他不会考虑对他没有威胁的人啊。
而且呀，你们听这个数据里面，改造拆掉了这么多的房子，那面具人我可以想象到，这几千万的房屋之中，这其中的血与泪的。但是我们还需要想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这些改造掉、拆掉的房子的里面的人住哪儿呀？嘿嘿，来听啊，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切实组织实施好国家标准2021相关服务项目。一是做好公租房保障，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对大城市新筹集的公租房给予中央补助，指导各地实施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并举，不断加大对城镇住房收入困难家庭的保障力度，对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第二点是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指导各地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严格把好棚户区改造的范围和标准，科学确定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任务，让困难群众早日搬进新居。听懂了没？那么我们再反推这个逻辑啊，看看哦，国家拆了你能免费住的房子，然后呢，让你住上了收费的公租房，然后呢，你还得对党感恩戴德。你觉得这个逻辑能说得通不？说不通吧？全国农村房的拆改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呢，几千万的改。共产党就是这样，先做事儿，把事儿做绝了以后再说。实际上呢，成功人士都是这种行事风格。比如说河水县在危房冲刺清零行动及后续工作中探索建立了农村公租房制度。听好了啊，这是关键词儿，农村公租房制度。然后呢，你们听好这个农村公租房制度里面的内容啊，将废弃村部、学校等公共房屋以改造成公租房，看到没？学校都给你废掉啊。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改造成公租房以后，出租给住房困难的群众居住，圆了他们的安居梦。这个话面具人我咋听咋不通顺呢？哦，你把人家现有的房拆了，然后呢，你改造成公租房，然后你再租给这些被拆掉没房住的人，然后呢，你把人家的学校拆了以后，那你不是逼他们搬到别的学校去？那搬到别的学校去，要不要什么学户房呀、学区房呀，或者是交什么择校费呀、戒毒费呀？啊，你是帮人还是害人呢？对不对？啊，来听共产党是怎么美化的。日前走进故城镇高台村的公租房，整洁干净的院落，设施齐全的房屋，是我们眼前的一道亮丽风景。今年70岁的高玉梅是今年搬进这里的群众之一。她说，以前我住的是窑洞，由于年久失修导致地基塌陷，每逢刮风下雨，我都胆战心惊，整宿睡不着。高玉梅说，如今呀，我搬进了公租房，水电都很方便，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总之呢，党的宣传就是把你能够免费住的本来就属于你的房子给拆掉，然后呢，象征性的给你赔个1-2万之后呢，就让你住付费的公租房，然后呢，你还要感谢党。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愿意这样被套路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生活变得更便利了，花点钱是应该的。可是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的耕地、生意、果园、菜棚和长期能够免费住的住房都没了啊？赚钱的渠道没了，免费住的房子也没了，赔你个1-2万能咋吗？你算算，你一年交房租都要交多少钱？学校被拆了，你的孩子在农村学校没有学校上了然后呢，还得去城市里面上学，那又得花多少钱，对不对？
你免费住的房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长长久久的付费房，哪个更划算？你们自己可以算算账，对不对？像什么水利便利，这理应该是这些村民掏钱呀、众筹呀，然后改造，然后呢自己长期获益。可是党玩的是什么套路？强制剥夺、强拆，然后呢强制改造，改造完了以后强制收费，永久收费，你一直住下去，你就得一直交钱。各位能算来账吧？一正一负，免费的没了，然后又要住付费的，能算清楚账不？党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应该能想明白了吧？说白了城里面的钱撸出来的不够用了，顺便呢把农村的钱也撸起来，能听懂吧？这个账能算明白不？好，那说到了算账了咱们就要来讲讲发财的事儿了。哎呀，那说到最近令很多人发财的事儿是什么？狗狗币呀，狗狗币猛得很。昨天面具人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现场在线投资，你们也都看到了，我现场拿手机买单买币，对不对昨天面具人我在拍节目的时候买币的时候5毛几吧，我又投了2万进去，那今天涨到多少了？6毛8，涨了10几20%了吧我又赚了大几千。那你们也看到了，面具人又赚钱了。我昨天节目播完以后1个多小时，本来我都要睡觉了，哎呀，又有几十个观众发邮件，还有加我的 LINE 咨询面具人，把我搞得嘟嘟嘟嘟嘟嘟，一会儿响一下。有很多观众咨询了我以后听我的建议了以后，5毛多又买入了。不管是玩长线还是撸短线，这些朋友们到今天都赚钱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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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这里面具人要辟谣一下就是昨天的这张图，你们看这个图，头像和名字都是 Elon Musk。这个图片呢，它的内容说的是，如果你认为马斯克能够把狗狗币推到1美元，就请转发这个帖子。而后呢，网络上传言，据说这张图片是网友假扮的马斯克先生，只是盗用了马斯克先生的头像和网名，然后呢，以此来传播这个让狗狗币大爆的事儿，催动狗狗币上升到1美金的事儿。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开始辟谣了，然后呢，就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哎呀，这个到底是不是马斯克先生发的帖子在吹狗狗币呢？这个事儿究竟是不是真的呢？那这种问题在面具人我看来呀，根本不是问题。大家也都知道，面具人是做媒体的嘛。这种效应从媒体学的角度来说，只要当事人或者是被冒充的一方不出来辟谣，就可以视同于本人的言论。而且呢，更有可能的是，本人不方便说的太直白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马甲呀、冒名顶替的方式来宣传，对不对？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宣传的结果好了，就可以默认；宣传的结果不好了，还可以甩锅，对不对？这招共产党也常用嘛，大家都懂的。不管怎样，这波操作还是给狗狗币带来了大涨。狗狗币从昨天的5毛，短短的一会儿时间在凌晨左右又涨到了6毛多，甚至呢快接近7毛。今天呀，估计这些老外起来了以后，说不定又有啥行情呢？狗狗币马上就要秒杀 BNB 了，它的市值已经非常接近 BNB 了。那这种现象呢，也搞得 BNB 的大佬都出来放话稳定军心了。不然的话，这些 BNB 的投资者，他们套现跑路了以后，都跑到狗狗币了，那可怎么办呀？对不对？所以呢 ，BNB 的大佬为了保住自己的龙头老大的地位，不得不出来稳定军心。不过这种现象在面具人我看来呀，BNB 想要
不被狗狗币超越很难。现在狗狗币的市值和 BNB 的市值的差距只有毫厘之间，以狗狗币目前的快速扩展的热度啊，还没达到它的顶峰的热度啊。以这个速度来看，狗狗币超过 BNB 也就是这2天时间的事儿。商场如战场呀，永远都是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事儿。所以说，狗狗币的势头越猛，在它登顶之前啊，它就是一个加速度。那在这个加速度的东风之中，也就是你们最后的致富机会。等到狗狗币成功登顶了，超越 BNB， 甚至超越以太坊了以后，狗狗币如果是无法继续上升了，那么也就会转为颓势，这是万物的定律。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你们赚钱的机会了，到了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说呢，目前这个阶段，狗狗币正在冲刺呢呀，正在奔月球呢呀，你不上车，那怪不得别人。狗狗币到底能不能让你赚钱？你可以选择上车亲自体验，亲自数钱，你也可以选择观望，看着别人赚钱，对不对？选择权在你，没有人强迫你啊。我都说了，你们从去年看到今年，仔细数数看，面具人我说了多少次狗狗币了，你们也都能看到吧？以史为证呀，我帮了多少人致富了，我都说了，咱们是网友关系，咱们就在商言商。你看我的节目，我赚广告费，我赚钱；你看我的节目，你也赚钱。咱们就是最基本的利益关系。我也懒得跟你们扯什么鸡蛋，让你虔诚，让你无私奉献，让你为了伟大的事业，为了伟大的神选之人，奉献自己，牺牲自己，要做一个意志坚定的信徒。面具人，我就想说啊，谁给你说这种话，你要先看他有没有给你无私奉献啊。你要看他是给你无私奉献了，还是利用你的蠢逼猪脑子为他无私奉献，对不对？说白了，人与人之间看的就是利益，人与人之间就看利益，亲戚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你没钱，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弟都瞧不起你，对不对啊？你觉得人家瞧不起你，你觉得你爸瞧不起你，你弟弟瞧不起你，你的侄子瞧不起你。好呀，过年过节来，一人给发500块钱1000块钱的红包，来，一人发一个，都给你竖大拇指，都说你牛逼，对不对？什么？你没钱？没钱你就别废话嘛，没钱就没你说话的份儿。力不亏人则理不亏人，这个道理贯穿了亲情、友情、爱情。我节目开头也说了，为什么有些人赚不到钱？为啥？因为他就不知道啥是利益，或者是简单的把利益和钱划等号。其实呀，这个钱它只是利益的目的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可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方法与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可以是大爱，可以是画饼、跪舔、仇恨、跳大神、胸口碎大石，甚至杀人放火。这些门道，你若能看懂1、2，你绝对不会赚不到钱。你能赚到多少钱，和你对利益的理解程度有多深是成正比的。所以说，赚钱只能靠你自己，别人只是辅助啊。人与人之间就得谈利益，听懂了没？啊，谁如果告诉你无私奉献啊、信仰神选之人啊，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那习近平还让你为他无私奉献呢？你奉献不？那习近平咋不给你奉献一下呢？对不对？这些民主大师、民主英雄，他咋不给你奉献一下呢？他给你逼逼咧咧了半天，好，来，请支持PayPal打赏，请支持2维码付款。然后呢，你付了款了，打了赏了嘞，
啊，你被洗脑了，你变得更傻逼了，你天天的吸食这些精神鸦片啊，天天的天灭中共了啊，我爱我国了，我爱我家了，有啥用吗？听完了节目了啊，打完了鸡血了，逼逼了半天了，人家在赚钱，你1毛钱没赚，还亏钱，还给别人打赏，你说你活着可悲不？图啥嘛？对不对？然后呢，没钱了啊，时间也过去了，机会也过去了啊，然后没钱被家里面人瞧不起，被亲戚朋友嘲笑啊，你说你怪谁？那你不是活该吗？啊，狗狗币这个事儿呀，我昨天节目中也说到了，哎，人这一辈子呀，能怼上几次这种，哎呀，几倍赚钱的机会？哎呀，面具人我这辈子啊没碰到过几回啊，超不过3回。我都多少岁了？我都快40了啊！我再过20年，我说不定我都挂了，对不对？那错过这个机会，你也怪不得谁啊。反正面具人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咱们在商言商，对吧？我也不亏你啊。至于你自己亏不亏你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嘛。那你也可以选择啊，继续听你的精神鸦片，继续的高唱你的红歌，爱你的祖国啊，听你的这个领袖啊，跪拜你的这个主人都行，对吧？但是面具人，我有闲时间，我都是用来至少锻炼身体、学习知识、提升能力和赚钱。为什么？锻炼身体、学习知识都是为了我能赚到更多的钱，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啊。当我有了更多的钱了以后，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了以后，有了更强的能力的时候，我能帮到的人就比你连口袋里面掏不出来200块钱能帮到的人要多得多得多，对不对？而且我现在确确实实帮到了很多人致富的呀，对不对啊？那我的这些会员，我的这些观众啊，每天几万的播放量，这些不是证据吗？我的历史节目不是证据吗？狗狗币涨了没？从我说它的时候几分钱开始，到现在几毛钱，涨了没？赚钱了没？摸据良心说实话，好不好？那至于你们的什么农村的房子呀、土房子呀，我提前也给你们预警了，包括房地产呀、数字人民币呀，我说的事儿基本上都是提前几个月给你们预警的啊。今天讲的这个事儿依然是我在提前几个月都已经预警过的啊。那听我的信我的了，他们感知到危险的人就已经做好防范准备了，把这个损失能够降低到最小化。可是呢，那些什么天天的神呀鬼呀的啊，神选之人的那些人，他们现在神选之人吧，神选之人吧，我就看共产党来推你家的房子的时候，神能不能救你，还是你的脑子能救你啊？有脑子的人也不会落到那个地步，对不对？最终你倒霉的时候，你想吃饭的时候，能救你的不是神选之人，能救你的就是你口袋里面的 money， 听懂了没？好了，那如果各位有想要咨询实战如何操作狗狗币的人，或者是转移自己的资产、处理自己的房产，有这方面的问题需求的人，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区有我的联系方式啊，咱们私下联系，这里我就不多做广告了，懂的都懂，对不对？反正面具人在这里啊，最后奉劝你们一句，你为啥赚不到钱？是因为你对利益这个东西没有够深的理解，好不好？所有的人做事儿都是有动机的，你不要管别人赚了多少钱啊，你只用管你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对他有多大的利益，他对你有多大的利益就行了。这是你学会利益学的基础逻辑。面具人，我从来都不害怕跟别人打交道的。可能很多人，我告诉你们一个词儿，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叫做利用。利用这个词儿在很多人的眼里可能是一个负面词儿、贬义词儿，但是面具人，我从来是觉得利用这个词儿啊是一个褒义词。
我能被别人利用，那证明我有利用价值，证明我有价值，听懂了没？啊，当你没人利用你的时候，无人问津的时候，别人连瞧都不想瞧你一眼的时候，别人看到你都嫌恶心的时候，那时候你才是最可悲的呀。好了，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那面具人最近也在整理我的精编的心理学资料，包括一些理财呀、成功学方面的资料。如果有想要观看的，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敬请期待。然后呢，如果各位有什么房产呀、理财呀、移民呀、狗狗币的问题、投资的问题啊，不知道该从何下手，那也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区，有我的邮箱和我的 LINE 号啊，你们可以加我，咱们详细的1对1的再聊。好了，下期再见。